小浣熊皮特过马路。清晨，阳光洒进森林小镇，小浣熊皮特揉着睡眼，浣熊妈妈轻摇铃铛。皮特戴上小红帽，准备出门。来到马路边，汽车轰隆隆地奔跑着。皮特被汽车声音吓到，紧紧抱住妈妈的腿。妈妈蹲下轻抚皮特小脑袋，指着红绿灯。皮特睁大圆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会变色的灯。妈妈教皮特念口诀：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亮了等一等。红绿灯咔嚓变绿，皮特跟着认真念儿歌。妈妈指着地上白色斑马线条纹，皮特发现像斑马花纹，很好奇地观察着。妈妈又教新口诀：一停二看三通过，安全第一，要记牢。妈妈牵着皮特小爪子踏上斑马线，母子俩一起数步子，1、2、3、4。大货车咔嚓开过来，皮特有点紧张。妈妈握着皮特的手，让他感受安全感。货车司机友好挥手，皮特勇敢地挥手回应。皮特和妈妈安全到达对面。小兔子想要乱跑过马路，皮特着急地阻止。皮特大声提醒，要牵大人手，不能自己跑。小兔子乖乖牵着兔妈妈手，等绿灯。皮特教小兔子第3个口诀：过马路牵紧手，红灯停来，绿灯走。更多小动物围过来，想学交通规则。皮特成了小老师，带大家复习3个口诀。小动物们认真学习，点头记住安全规则。森林警察叔叔路过，竖起大拇指夸奖。警察叔叔给皮特戴上闪亮的小交通员徽章，皮特骄傲地摸着徽章，尾巴开心地摇摆。小动物们为皮特鼓掌，夸他是最棒的小老师。夕阳下，皮特和妈妈手牵手回家，心里满满成就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皮特学会了交通口诀：红灯停，绿灯行，一停二看三通过，过马路牵紧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乌龟和兔子的接力赛跑，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，住着乌龟慢慢和兔子跳跳。他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总是一起玩耍。春天来了，森林里要举办1年1度的运动会，所有小动物们都兴奋地报名参加各种比赛。慢慢虽然爬得很慢，但它有一个坚硬的壳，很擅长驮东西。跳跳跑得像风一样快，长长的耳朵能听到很远的声音。跳跳兴奋地提议一起参加接力赛。慢慢点点头，虽然有点担心自己会拖后腿。比赛的日子到了，阳光明媚，彩旗飘扬。接力赛需要合作完成3个任务：跑过草地，搬运重物，穿越小树林。慢慢和跳跳站在起跑线上，看着其他强劲的对手。随着发令枪响，跳跳像箭一样冲了出去。跳跳飞快地跑过了草地，遥遥领先。但是到了搬运重物的环节，跳跳举不起那个大木箱。跳跳用尽全力，累得气喘吁吁。这时候，慢慢悠悠地爬到了第2关。看到跳跳着急的样子，慢慢开始担心起来。跳跳别着急，慢慢安慰着朋友。慢慢提议让跳跳把箱子放到他的背上，他来驮着走。跳跳眼睛一亮，赶紧帮慢慢把木箱稳稳地放在贝壳上。虽然这样让慢慢爬得更慢，但至少他们可以继续前进了。进入小树林后，新的困难又出现了。树枝低低地挂着，背着木箱的慢慢根本钻不过去。跳跳虽然灵活，但一个人又搬不动箱子。
喊着：“往左一点，小心树根。”慢慢跟着跳跳的指挥，小心地穿过了树林。虽然不是第1名，但他们成功到达了终点。当慢慢和跳跳手拉手冲过终点线时，所有动物们都为他们欢呼。裁判山羊爷爷颁给他们最佳合作奖。夕阳下，2个好朋友紧紧拥抱，明白了合作的力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真正的成功来自于互相帮助，发挥各自优势的团队合作。小朋友，你和你的好朋友各自有什么不同的优点？你们是怎么互相帮助的呢？小狗汤姆的向日葵田。小狗汤姆住在一个有着大花园的农场里，它有着金黄色的毛发和一条总是摇个不停的尾巴。春天来了，温暖的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。汤姆看见农场主人在花园里种下了许多小种子。汤姆好奇地凑近闻了闻，泥土散发着清新的香味。农场主人笑着摸摸汤姆的头，告诉他这些是向日葵种子。汤姆听了特别兴奋，围着花园跑了好几圈，他的尾巴摇得像小风车一样，特别开心。第2天一大早，汤姆就冲到花园里，他用小爪子轻轻刨开泥土，想看看种子发芽了没有。可是泥土下面还是那些小黑种子，什么变化都没有。汤姆有点着急了，眼巴巴地盯着土地看。微风轻轻吹过，花园里很安静，只有小鸟在唱歌。1天过去了，2天过去了，3天过去了。汤姆每天都要跑到花园里好几次，每次都很失望。土地还是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长出来。到了第4天，汤姆开始烦躁起来了。他在花园里转来转去，想用爪子把土挖得更深一些。这时，一只老乌龟缓缓爬过来，看到了着急的汤姆。老乌龟慢悠悠地问汤姆在做什么。汤姆着急地说：“种子怎么还不发芽？想帮帮他们。”老乌龟笑了笑，告诉汤姆，植物生长需要时间，种子要在土里慢慢吸收水分和养分，然后才能发芽。老乌龟指着远处金灿灿的向日葵田，说他们也是从小种子开始的。从那天起，汤姆学会了耐心等待。他不再每天挖土查看，而是轻轻地给种子浇水。汤姆在旁边安静地晒太阳，陪着种子一起成长。1个星期后的早晨，绿色的小芽儿从土里冒出来了。汤姆惊喜地发现嫩芽，兴奋的尾巴摇个不停。夏天到了，看着长得高高的向日葵田，汤姆明白了耐心等待的美好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时间来成长，学会耐心等待是一种重要的品质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得到什么东西，但需要等待很久的经历？小番茄的红帽子。清晨的阳光洒在菜园里，露珠在叶子上闪闪发亮。小番茄蹦蹦跳跳地走来，头上戴着一顶漂亮的红帽子。它停在一颗露珠前，歪着头照了照，把帽子扶得更端正。小茄子和小黄瓜羡慕地看着它的红帽子，伸出小手想摸摸。小番茄赶紧后退一步，摇摇头，不行不行，这是我的。小伙伴们失望地走开了。小番茄独自玩着帽子。菜园里挂起了彩带，原来要举办彩虹派对啦。茄子举着紫色气球，黄瓜抱着绿色丝带，开心地布置着。可是大家发现缺少红色的装饰，派对就不完整了。小番茄低头看看自己的红帽子，小手紧紧抓着帽檐，他小声嘀咕：万一弄脏了怎么办？突然一阵调皮的大风吹来，卷走了红帽子。帽子飞呀飞，挂在了高高的向日葵上。小番茄踮起脚尖，使劲伸手，
可怎么也够不着。他的脸蛋急得通红，眼眶里闪着泪花。小洋葱和小南瓜看见了，赶紧跑过来帮忙。他们一个站在另一个头上，叠成小小的蔬菜塔。可是向日葵太高了，还是差一点点。小番茄看着小伙伴们涨红的脸，心里暖暖的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。要不我们一起用帽子吧？小番茄小心地摘下帽子，放在派对中央。红帽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像一颗快乐的红宝石。所有蔬菜小伙伴都围过来，开心地拍手欢呼。帽子映着每张笑脸，比平时更加漂亮了。小番茄惊讶地发现，分享让快乐变得更多了。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，派对也到了尾声。红帽子轻轻落回小番茄头上，还别着一朵小野菊。从那天起，菜园里经常传来欢快的笑声。有时候帽子戴在小南瓜头上，有时候在小洋葱头上。一顶小小的红帽子装满了大大的友谊和快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分享自己珍爱的东西时，收获的不仅是朋友的欢笑，更是心里那份甜甜的温暖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和小伙伴分享过自己最喜欢的玩具？分享之后是不是更开心呀？胡萝卜先生的约定。在阳光明媚的菜园里，住着一位胡萝卜先生。他有着茂密的绿叶帽子，在微风中轻轻摆动。小男孩乐乐是胡萝卜先生最好的朋友。每天放学后，乐乐都会来菜园里和他聊天。这天，乐乐蹲在胡萝卜先生身边，轻轻说着话。胡萝卜先生，你能帮我照顾这些向日葵种子吗？好呀，胡萝卜先生摆动着绿叶，答应了乐乐的请求。乐乐走后，胡萝卜先生看着身边的小种子们，它们静静地躺在松软的泥土里，等待发芽。夜晚来临，胡萝卜先生用叶子为种子们挡风。他轻声哼着摇篮曲，守护着小种子们。第二天，突然刮起了呼呼的大风，调皮的小麻雀们飞来，想要吃掉种子。胡萝卜先生着急了，拼命摆动叶子赶麻雀。白菜奶奶劝他不要太辛苦，让鸟儿吃掉算了。不行，我答应了乐乐，要保护好它们。胡萝卜先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他努力扎根，把根须伸到种子周围，保护它们。小麻雀飞来时，他就摆动叶子制造声响。下雨时，他弯曲叶子为种子们挡雨。经过几天努力，胡萝卜先生的叶子都发黄了，但他依然坚持守护着小种子们。1周后，奇迹发生了，小向日葵种子们纷纷破土而出，嫩绿的小芽在阳光下快乐地成长着。乐乐惊喜地跑来，看到了健康的小芽。他看到疲惫的胡萝卜先生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乐乐轻轻给胡萝卜先生浇水，温柔地说着感谢。从那天起，乐乐更加珍惜这份珍贵的友谊。当我们用心守护一份承诺时，收获的不仅是朋友的信任，更是内心深处那份温暖的快乐。当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保护比自己更弱小的生命，将得到更珍贵的东西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对爸爸妈妈或朋友许过承诺？你是怎么做的？小松鼠的好奇心。果果的树洞里已经塞满了松果、彩色石头和羽毛，但果果总觉得还少点什么。果果今天要去森林里找新宝贝了。果果蹦蹦跳跳地来到森林边缘，突然闻到一阵香味。咦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哇，好多新宝贝，这个会发光，
一定是特别珍贵的宝贝。果果停下，那是打火机，里面有火，会烫伤你的。可是它好漂亮啊！漂亮的东西不一定安全哦。来，妈妈教你怎么分辨，什么能收集，什么不能碰。看这个，这是药瓶，人类生病时吃的药丸，对我们小动物来说是毒药。妈妈，这个瓶子可以装我的松果吗？玻璃制品容易破碎，会割伤我们的小爪子。记住，所有闪闪发光、有刺鼻味道的东西都要远离。这是电池，里面有化学物质。这是香烟，有毒塑料袋会让我们窒息。原来这么多东西都不能碰啊！那我应该收集什么呢？别难过，大自然的东西最安全。你看那里有掉落的松果，漂亮的石头，还有干净的羽毛。妈妈，这个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是大自然送给你的礼物。这片叶子像个小手掌，把它带回家吧，比那些危险的东西美丽多了。妈妈，如果我遇到不认识的物品，该怎么办？记住3步，先停下来想一想，闻一闻有没有刺鼻味道，观察是不是太亮或太锋利。最重要的是问问妈妈，这个东西安全吗？第2天，果果带着新学到的知识来到小溪边。这个不刺眼，没有味道，摸起来很光滑安全。果果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收集大自然的宝贝，要一起吗？2个小伙伴在溪边找到了许多美丽的石头和贝壳。傍晚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都来参观果果的新收藏。哇，这些比人类的东西漂亮多了，而且都很安全哦。明天要去橡树爷爷那里，他一定知道更多安全宝贝的秘密。香樟树的落叶可以防虫，松塔能当小碗用，蒲公英的绒毛能做最柔软的床。1周后，森林里举办安全收藏展。果果不仅找到了美丽的东西，还教会大家如何安全地探索世界。从此，森林里多了个新规矩，每个小动物发现不认识的东西时，都会先问这个像果果说的危险物品吗？就连最调皮的猴子也学会了先观察，再触碰。深秋的一天，果果在森林入口立了块小木牌。路过的游客看到后，主动帮忙清理了野餐区。冬天来临时，果果的树洞变成了自然博物馆。你不仅保护了自己，还保护了整个森林。果果把最后一片雪花标本放进树洞，满足地笑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好奇探索时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保持好奇心是好的，但需要学会分辨安全与危险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哪些从自然中收集的宝藏呢？皮皮的星星礼物。乐乐有一只最好的朋友，猫咪皮皮。每天乐乐都会和皮皮一起玩球，捉迷藏，看云朵飘来飘去。乐乐说：“皮皮，那朵云像你一样。”皮皮说：“乐乐，我最喜欢和你在一起了，喵。”皮皮追着彩色的球跑，不小心撞翻了妈妈的花盆。妈妈叉着腰说：“皮皮，你又捣蛋。”乐乐赶紧说：“妈妈别生气，我帮您重新种好。”最近皮皮总从院子里叼回礼物，一片金黄的银杏叶，一颗光滑的鹅卵石。哇，这是给我的吗？皮皮骄傲地昂起头，尾巴翘得高高的，一副十分开心的样子。乐乐找来一个小木盒，把皮皮的礼物都放进去。哈哈，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宝藏。而皮皮则趴在盒子边，满意地眯起眼睛。有一天，乐乐发现皮皮睡觉的时间变长了。乐乐轻轻摸皮皮，问：“你是不是玩累了？”皮皮慢慢睁开眼，用鼻子碰了碰乐乐的手。乐乐心里一暖，笑着说：“好好休息，我的好朋友。”
皮皮轻轻哼了一声，又安心地闭上了眼睛。皮皮14岁生日这天，乐乐给他戴了一朵小花环。皮皮要永远健康哦。皮皮温柔地喵了一声，低头闻了闻小花。乐乐抱起皮皮，轻轻摇晃着说：“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吧。”傍晚，乐乐发现皮皮一直望着远处的天空。皮皮，你在看什么呀？皮皮回头看了乐乐很久，眼睛里映着晚霞。月亮升起时，皮皮轻轻蹭了蹭乐乐的手，小声地说：“再见，喵。”然后他跳出窗户，影子慢慢融进月光里。乐乐找遍了整个花园，回答他的只有风吹过草丛的沙沙声。第二天，乐乐在花园发现一颗闪亮的小石头，看，这是皮皮送来的星星礼物呢。乐乐把小石头放进礼物盒，突然发现所有皮皮送的礼物在阳光下都闪着微微的光。乐乐眼眶湿润，皮皮，你还在我身边。冬天第一场雪时，乐乐在雪地上画了大大的猫咪笑脸。春天，乐乐的礼物盒里长出一株小绿苗，这一定是皮皮送的种子发芽了。乐乐小心地把它移栽到皮皮最爱晒太阳的地方。小苗一天天长高，开出了5瓣的小白花，这和皮皮胡须的颜色一样。风一吹，花瓣轻轻摇摆，像在点头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告别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种陪伴的开始。我们要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最简单。小刺猬的宝藏。秋天的阳光洒在森林里，小刺猬点点忙碌地在树下寻找苹果。它用小爪子推着红红的苹果，一颗一颗滚向自己的洞穴。点点还收集了许多橡果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搬回家。它用金黄的叶子把食物盖得严严实实的。点点看着堆成小山的果实，开心地拍拍小肚子，这样冬天我就什么都有啦。点点满意地笑了。小松鼠蹦蹦跳跳地经过，被诱人的果实吸引了目光。小兔子也停下脚步，鼻子轻轻嗅着苹果的香味。小鹿优雅地走过来，羡慕地看着点点的宝贝们。小兔子轻声问道：“点点可以分给我一个吗？”点点紧张地张开双臂，挡住了洞口。“不行，这些是我的。”点点大声说道。小动物们失望地摇摇头，慢慢走开了。第一场雪悄悄地飘了下来，森林变得白茫茫的。点点的洞穴里开始渗进雪水，地面变得湿漉漉的。一些苹果开始变色，散发出酸酸的味道。点点着急地看着发霉的苹果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想把苹果搬出去晾干，可是雪太厚了，点点一个人推啊推，累得气喘吁吁。这时，松鼠、兔子和小鹿又来了。他们看到点点着急的样子，决定伸出援手。松鼠灵活地爬上树枝，准备帮忙晾晒苹果。小兔子用长耳朵扇风，帮助发霉的果子快点变干。小鹿用温暖的鼻息轻轻吹着湿润的苹果。大家齐心协力把好的苹果挂在树枝上。点点感激地看着朋友们，原来朋友也能帮我守住食物呀。冬天来临了，雪花在窗外轻轻舞动。点点邀请朋友们来到温暖的洞穴里，大家围成一圈，分享着苹果、橡果和胡萝卜。点点望着朋友们，心里暖暖的。原来分享才是最好的储藏呀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分享比独占更快乐，朋友的帮助比一个人的力量更强大。如果你是小刺猬点点，你会怎样和森林里的朋友们一起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小豆豆的大发现。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，住着一只特别小的蚂蚁豆豆。豆豆只有米粒那么大，走路时哒哒哒地发出细小的声音。大家都觉得豆豆太小了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可是豆豆有一双特别亮的眼睛，总是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一天早上，森林里传来轰隆轰隆的雷声，
哗啦啦的大雨从天空倾泻而下，雨水把小河涨得满满的，浑浊的河水快速流淌。动物们发现通向对岸果园的小桥被冲走了，大象嗷嗷的着急，在河边踱来踱去。长颈鹿咕噜咕噜的叹气，伸长脖子望向对岸。就连聪明的猴子也挠挠头，想不出办法。大家都想吃对岸香甜的苹果，可是河水流得太急了。大象说要试试扑通扑通地走进河里，可是河水太深，差点把它冲走了。长颈鹿想用长脖子够到对岸，可是距离太远，它只能摇摇头，失望地退了回来。最会游泳的鸭子也被急流冲得直打转，鸭子拍打着翅膀，艰难地游回了岸边。大家都垂头丧气地坐在岸边发愁。这时，小豆豆哒哒哒地爬到河边，它仔细观察着流淌的河水，小眼睛闪闪发光。豆豆发现下游远一点的地方，河水变浅了，那里有一片鹅卵石滩，还有几块大石头稳稳地立在水中。豆豆眼睛一亮，兴奋地跳了起来。我找到路了！豆豆开心地喊道。他领着大家往下游走，指着石头说明过河的路线。动物们顺着豆豆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发现了安全的路。大家踩着豆豆找到的石头路，一步步安全到达了对岸。动物们吃到了香甜的苹果，都夸赞豆豆的聪明和细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，身体小不代表能力小。用心观察和仔细思考，往往比力气大更有用。波波学骑车。波波趴在窗台上，看着窗外的朋友们。小明骑车飞快冲过，小红单手骑车摆手。波波眼睛发亮，握紧小拳头。爸爸推出一辆崭新的红色小自行车，波波兴奋地跳上车座，双手握紧车把。爸爸双手扶着车后座，波波开始踩踏板，车子移动，波波身体左右摇摆。波波连人带车倒向草地，四脚朝天。波波坐在地上揉屁股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第二天，波波咬着牙重新坐上车，车子摇晃着前进几米，波波咧嘴笑了。突然车把一歪，波波摔倒膝盖擦破皮。波波生气地站起来，用脚踢自行车。小明学车摔了20多次呢。爸爸蹲下来说。波波想了想，重新扶起自行车。波波推着车子在院子里慢慢走。坐在车上，波波用双脚在地上滑行。太阳升起落下，波波每天练习。虽然摔跤，但波波骑得越来越远。1个星期后，波波又坐上自行车，爸爸扶着后座，波波专心踩踏板。爸爸悄悄松开手，在后面跟着跑。我会骑车了！波波惊喜地回头喊。红色自行车稳稳地向前滑行，爸爸在后面鼓掌，竖起大拇指。波波和朋友们一起骑车，排成一排。新朋友指着波波的车子问话：你是怎么学会的？坚持练习就能学会，波波自豪地说。红色小自行车载着波波在阳光下飞驰，波波开心地笑着，风吹过他的头发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学习新技能需要耐心和坚持，虽然会遇到困难，但只要不放弃就能成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学习什么新本领呢？小浣熊皮特的魔术表演。小浣熊皮特坐在大橡树下，毛茸茸的尾巴轻轻摆动，一张晚会通知贴在树干上。皮特踮脚尖仔细看着，皮特眼睛发亮，兴奋地拍着小爪子。我要表演魔术！我要表演魔术！皮特跑回家，翻箱倒柜找表演道具。他找到了一条彩色的小手帕，在阳光下很漂亮。皮特双手捧着手帕，想要让它消失。他握紧双爪，可是手帕的一角露了出来。
小鸟在窗台上叽叽喳喳，好像在笑它。皮特脸红了，挠挠头，继续认真练习。太阳慢慢升高，皮特还在客厅里练习。手帕总是从爪子缝里钻出来，像个调皮的小精灵。皮特一次次重新开始，小屁股坐在地毯上。妈妈走过来，温柔地摸摸皮特的头。妈妈教皮特怎样巧妙地藏好手帕。小松鼠从窗外探头，为皮特加油鼓劲。我一定要学会。皮特坚定地握拳说。夜幕降临，圆月像大灯笼挂在树梢，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在花园里飞来飞去。小动物们围成圆圈坐在草地上，皮特走到圆圈中央，小心脏砰砰跳个不停。皮特深吸一口气，像妈妈教的那样举起双爪。大家看好了，皮特大声而自信地说。皮特双手捧着彩色手帕，让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轻轻揉搓双爪，慢慢合拢，双爪同时摊开，手帕神奇地消失了。小动物们张大嘴巴，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。热烈的掌声响起，皮特开心的尾巴都在跳舞。兔奶奶笑眯眯地竖起大拇指夸奖皮特。满天星星眨眼睛，月亮也弯成了笑脸为皮特喝彩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成功需要坚持和努力练习，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，通过不断努力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什么想要学会的本领吗？采蘑菇小专家。在一片绿色的森林边，住着一只喜欢采蘑菇的小兔子豆豆。当阳光洒在森林里，豆豆拿起小篮子，蹦蹦跳跳地向森林走去。兔爸爸在远处朝豆豆喊着：森林里有好蘑菇，也有毒蘑菇，要小心哦。豆豆来到森林中，眼前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蘑菇。红色的蘑菇像小伞，黄色的蘑菇闪闪发光，蓝色的蘑菇更是美丽的像宝石一样。豆豆兴奋地跳起来，眼睛里闪着星星。他伸出小手，一个接一个地采摘着。漂亮的蘑菇很快就装满了整个篮子。豆豆抱着篮子，开心地蹦回家去。兔妈妈看到篮子里的蘑菇，脸色变白了。妈妈急忙跑过来，把篮子里的蘑菇都扔掉。这些可是毒蘑菇，你一定要小心呀！妈妈紧紧抱住豆豆，豆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低下了头，他的眼泪像珍珠一样滚了下来。妈妈牵着豆豆的手，重新走回了森林。他们来到了大树下，妈妈指着那些颜色暗淡的蘑菇，白色的小蘑菇长在树根旁，还有些灰褐色的蘑菇。兔妈妈温柔地说：这些看起来普通的蘑菇才是安全的食物。妈妈又指向远处色彩斑斓的蘑菇，那些颜色鲜艳的大部分都是毒蘑菇，很危险。豆豆使劲儿点着头，把妈妈的话记在心里。这天之后，豆豆谨慎起来，篮子里只有那些颜色朴素的蘑菇。突然，一只小松鼠从树上跳了下来，看着鲜艳的蘑菇，眼睛发亮。小松鼠伸出爪子要去摘最红的蘑菇。小松鼠，不要摘！豆豆勇敢地跳过去。豆豆挡在小松鼠面前，认真地劝阻着：越鲜艳的蘑菇越危险。爸爸妈妈在一旁欣慰地微笑点头。豆豆决定把自己采的蘑菇分给森林里的朋友们。朋友们，大家都夸豆豆是最棒的采蘑菇专家呢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的美丽，而忽略了其中的危险。只有学会辨别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我们也要像小兔子一样，学会保护自己，珍惜生命，才能过上快乐健康的生活。小狗蹦蹦的温暖毯子，清晨的阳光洒在绿油油的草地上，像撒了一层金粉。小狗蹦蹦快乐地奔跑，
棕色毛发随风飘动，嘴里叼着绣满黄色星星的小毯子。他在草地上打滚毯子，跟着一起翻滚，发出呼哧呼哧的欢快声音。午后的阳光暖暖的，蹦蹦用爪子轻轻拍打小毯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妈妈从屋子里探出头，温柔地说：“这是蹦蹦的宝贝毯子，像阳光一样暖和呢。”突然一阵调皮的大风吹来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风儿转着圈，呼的一下把小毯子卷走了。他跑上山坡，看见小兔子在拔萝卜，麻雀在啄草籽，可毯子不见了。蹦蹦急得汪汪叫，迈着小短腿追了上去。天渐渐暗了，月亮悄悄爬上树梢。蹦蹦耷拉着耳朵，小尾巴垂着，慢慢走回家。回到窝里没有小毯子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呜呜地哼唧着。妈妈走过来，轻轻舔了舔他的小鼻子。别担心，毯子会回来的。第二天清晨，露珠在草地上闪闪发亮。蹦蹦早早出门，小鼻子嗅嗅地闻着气味，仔细寻找。他走过蒲公英草地，白色的小伞在风中轻轻摇曳。突然他停下脚步，小毯子正挂在蒲公英丛中，哗啦啦，毯子像小旗子一样飘动，星星闪闪发亮。蹦蹦开心地打了个小喷嚏，小心地叼起毯子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蹦蹦跳跳，尾巴摇得像小风车。阳光照在毯子上，黄色星星仿佛在发光。远远的妈妈站在家门口，微笑着迎接他们。夜晚降临，深蓝的夜空布满眨眼的星星。蹦蹦团成小毛球，紧紧搂着小毯子。毯子上的星星在月光下闪烁，像在说悄悄话。微风轻轻吹过，带来一声温柔的晚安。蹦蹦满足地闭上眼睛，小爪子还抓着毯子。窗外星星们一闪一闪，守护着他的梦。毯子暖暖的，像妈妈的怀抱。蹦蹦甜甜地睡着了，嘴角挂着幸福的笑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心爱的东西可能会暂时离开，但只要我们勇敢去寻找，温暖总会回来。就像蹦蹦的小毯子一样，爱和依恋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和蹦蹦一样弄丢了重要的东西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南瓜诺诺的大冒险。清晨的阳光洒在绿油油的菜园里，小南瓜诺诺舒服地伸了个懒腰，露珠在诺诺圆滚滚的身上滚动，像一颗颗小钻石。诺诺眨着大眼睛，望向远处开满野花的小山坡，五彩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诺诺看得入迷。诺诺小声嘀咕：“我好想去那里看看。”但看着长长的路程，诺诺害怕地缩了缩身子，背着闪亮露珠的小蜗牛慢悠悠地爬过来。小蜗牛说：“山坡上的花儿开得可漂亮了。”诺诺鼓起勇气，开始慢慢地往前滚动。橙色的南瓜在草地上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痕迹。小青蛙扑通跳过来打招呼，蜜蜂嗡嗡地飞过。突然，诺诺停住了，前面有个黑乎乎的小土坑。诺诺紧张地微微发抖，小脸蛋都皱起来了。他在心里担心，我会不会掉进去，爬不出来？路过的刺猬先生温和地探出头来。刺猬说：“别怕，它其实很浅。”诺诺在坑边滚来滚去，还是不敢下去。这时，一只美丽的蝴蝶轻轻落在诺诺头顶。蝴蝶轻声说：“花儿们正在等你呢。”诺诺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鼓起勇气。扑通，他滚进土坑，又轻松地滚了出来。诺诺开心地在草地上转圈。我做到了。终于，诺诺到达了开满鲜花的小山坡。五彩的花儿在阳光
光下闪闪发亮，像宝石一样。蝴蝶们围着诺诺跳起圆圈舞，蜜蜂们嗡嗡地唱着欢迎的歌。诺诺躺在柔软的花丛中，闻着甜甜的花香。微风吹过，粉色的花瓣像雪花一样飘落。夕阳西下，诺诺心满意足地往回滚。夜晚，诺诺在星光下做着甜甜的梦。梦里，他又去了更美的地方。遇到困难不要退缩，勇敢尝试才能发现美好的风景。每个人都会遇到让自己害怕的事情，但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，成为更勇敢的自己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和诺诺一样遇到害怕的事情，除了自己鼓起勇气，你还会找谁来帮忙呢？小牙发现了水的魔法。小牙是个对其一切充满好奇的女孩，她有一个漂亮的粉色水杯。今天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饭，传出滋滋的炒菜声。小牙觉得口渴了，踮起脚尖想够桌上的粉色水杯。扑通一声，她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茶杯，热茶哗啦地洒了出来，冒着丝丝白烟。小牙好奇地想要伸手去摸那些神奇的热茶。小牙，别碰，那个很烫。妈妈在厨房里大喊。小牙站在那里，满脑子都是疑问。妈妈赶紧跑过来，看到小牙好奇的样子。你是不是很奇怪，为什么茶杯会冒白烟呀？妈妈拿来一面小镜子，放在热茶上方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镜子上出现了小水珠。小牙看着镜子上亮晶晶的水珠，像冬天说话时嘴里冒出的白气。这时爸爸下班回来了，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。爸爸，我发现热水有魔法。小牙兴奋地说。他拉着爸爸来到茶杯前分享发现。爸爸拿出手机的手电筒，对着热茶上方照射。小牙看到光束中有无数小东西飘飘悠悠往上飞。爸爸告诉他，这是水蒸气，很热很热，比洗澡的热水还要烫。小牙想象着洗澡时被热水烫到的感觉，他想要再靠近一些，慢慢把脸凑近茶杯，想感受水蒸气。突然一股热气忽地扑面而来，好热好热！小牙赶紧后退了几步，他终于明白那些白气其实非常烫人。妈妈拿来小牙的专用粉色水杯，里面是温温的水。小牙小心地端起水杯，发现温暖而不烫手。他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，甜甜地笑了。这个刚刚好。晚上睡觉前，小牙躺在床上回想今天的发现。我以后要小心冒白烟的东西，因为那也许就是热水的魔法力量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好奇心很重要，但安全更重要。每当我们想要探索新事物时，要先想一想，这样做安全吗？这样我们都会成为既有好奇心又懂得保护自己的聪明孩子。达达的小羽毛，清晨的阳光洒在芦苇道，金灿灿的水面闪着细碎的光。小鸭子达达摇摇摆摆地跟在妈妈身后，扑通跳进水里。它看见哥哥姐姐们的羽毛又白又亮，低头看看自己，只有蓬松的绒毛。达达着急地蹭蹭妈妈。妈妈，
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出羽毛呀？鸭妈妈用翅膀轻轻抱住它。别着急，宝贝，每片羽毛都需要时间慢慢长。达达开始每天练习划水，小脚蹼在水里扑腾出圆圆的水花。他学着用嘴巴梳理绒毛，可是翅膀还是毛茸茸的。池塘边的乌龟爷爷慢悠悠地晒太阳，达达跑过去。我的羽毛明天能长出来吗？乌龟爷爷笑了。孩子，我背上的壳长了60年呢。达达耷拉着小脑袋，低头看看自己的翅膀，绒毛还是软软的。哗啦啦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达达赶紧躲到芦苇丛下。雨停了，岸边躺着一根雪白的羽毛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达达眼睛一亮，叼起羽毛插在自己背上，他开心地转圈，想给妈妈看。可是，一阵风吹来，羽毛飘飘荡荡飞走了。达达呆呆地望着天空，我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羽毛了。他小声说。这时，一只蝴蝶轻轻落在他的耳边。假的羽毛留不住，真的羽毛会等你呀。夜晚，达达蜷在妈妈身边，星星在头顶眨眼睛。第二天，达达觉得背上痒痒的，像有小草在轻轻挠。他扭过头呀，翅膀间冒出一小片雪白的羽毛，小心地用嘴巴碰了碰，羽毛软软的，像一朵小云。鸭妈妈游过来，眼里闪着温柔的光。看，坚持练习的小鸭子最先得到奖励哦。达达扑扇着翅膀，水珠滴滴答答落进池塘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好东西要耐心等待，像春天的花苞一样。傍晚的池塘映着彩虹，达达带着他的小羽毛游啊游，水波一圈圈荡开，羽毛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小鱼从水里跳出来，扑通溅起的水花像星星。达达的倒影里，那片小羽毛轻轻摇晃，他甜甜地笑了。原来长大是一件这么美好的事。天边的云朵变成粉色，达达和妈妈依偎在芦苇丛边，第一片羽毛暖暖的像一个小秘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学会耐心等待时，收获的不仅是成长的礼物，更是内心那份安定的喜悦。当我们能够像小鸭子一样坚持练习，不轻易放弃，美好的变化就会悄悄来到身边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像达达一样，耐心等待过一件美好的事情呢？和爸爸妈妈说说你的故事吧。波波和朋友们的搭积木比赛。幼儿园的教室里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积木比赛的横幅挂在墙上。小男孩波波兴奋地跑进教室，眼睛闪闪发光。波波看着桌上五颜六色的积木，双手比划着一座大城堡。老师吹响哨子，小朋友们纷纷开始搭积木。波波一个人搬来很多很多积木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他开始认真地搭城堡的底座，一块接一块，城堡越搭越高。波波踮起脚尖继续往上加积木。突然，波波的手肘碰到了积木塔，哗啦一声全倒了。波波看着散落一地的积木，小嘴巴撇了撇。旁边的桌子上，艾米、杰克和莉莉正在一起搭房子。艾米负责搭门，杰克搭窗户，莉莉在做屋顶。三个小朋友有说有笑，他们的作品越来越漂亮。波波又开始搭城堡，这次更加小心翼翼。可是积木太多了，城堡摇摇晃晃又倒了下来。波波坐在地上，眼眶红红的，低着头不说话。艾米跑过来，轻轻拍拍波波的肩膀。我们一起搭吧。杰克向波波伸出手，莉莉也点点头，给了波波一个温暖的微笑。波波擦擦眼睛，站起来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四个好朋友围成一圈，开始分工合作。波波搭稳稳的底座，艾米在旁边做花园，杰克搭高高的塔楼，
丽丽用小旗子装饰，波波帮艾米扶住积木，艾米帮波波递积木，杰克和丽丽配合着，一个搭一个装饰。渐渐的，一座彩虹般美丽的城堡出现了。城堡有高塔，有花园，有城墙，还有飘扬的彩旗。老师走过来，对着他们的作品竖起了大拇指。4个好朋友手拉手，围着城堡开心地跳起来。波波看着朋友们，心里暖暖的。阳光照在彩虹城堡上，就像照在友谊上一样闪闪发光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团队合作比独自努力更有力量。小朋友们，记住和朋友一起合作，会创造出更美好的东西哦。小象丁丁历险记。雨后，森林亮晶晶，小河变成宽银带。小象丁丁摆鼻子哼歌，来到河边玩。丁丁看河水哗啦啦，鼻子举得像旗杆。小白兔蹦过来，眼睛眨巴像星星。松鼠妹妹大尾巴紧张地直打转转。小猴子抓耳朵，小刺猬缩成球球，小白兔奶声奶气。丁丁哥哥，背背我们好不好？丁丁摆摆大耳朵，鼻子翘得高高的。丁丁踩进河水里，脚丫扑通扑通响。河水按摩大肚子，丁丁游得像金鱼。上岸抖抖身子，水珠像钻石飞舞。香蕉树高得像城堡，黄香蕉像小月亮。丁丁踮脚跳跳舞，鼻子够不到月亮。累坏丁丁，他坐在石头上像个泄气小气球。对岸朋友在呼唤，声音像风铃好听。小动物排一排像蘑菇等在河边。丁丁鼻子垂下来像条害羞小蛇蛇。看看空空的手，心里也空空的。丁丁眼睛突然亮，像2个小灯泡。转身跑向河边，脚步像小火车。小白兔轻如羽毛，爬上丁丁的背，长鼻子像摇篮轻托小刺猬。松鼠抓着大耳朵，开心像坐秋千。小猴子抱鼻子，咯咯笑成银铃。丁丁便有一船载着大家过银带。岸上围着香蕉城堡，大家都仰头许愿望。小猴子像杂技员爬到云朵上。丁丁举鼻子当梯，小猴递出小月亮。朋友做花朵形状，分享甜甜月亮。手拉手唱歌，丁丁鼻子也跳舞。森林回荡有一歌。小朋友们，当丁丁分享大力气，朋友们分享小本领，像拼图一样，拼一起就是最美图画。小刺猬 Coco 的消防安全课。小刺猬 Coco 住在森林里的地下洞穴中。秋天到了， Coco 每天出门收集松果，准备过冬。今天 Coco 在森林里寻找食物。在落叶下，他发现了一个银色打火机。好奇的 Coco 按了一下，突然冒出橙红色火苗。小火苗像跳舞一样，哇，真漂亮啊！ Coco 兴奋地说。秋风一吹，火苗变大了，一片干叶子飘过来，瞬间燃烧。Coco 惊叫：“救命啊！” Coco 被火光吓坏了，赶紧扔掉打火机。猫头鹰爷爷飞过，扑灭了火，说：“小家伙没事吧？”猫头鹰爷爷严肃地说：“火很危险，不能玩，火会烧伤动物，还会点燃整个森林。”我的洞穴会被烧掉吗？ Coco 担心地问。猫头鹰爷爷安慰他：“只要不玩火就安全。”第二天 ，Coco 经过兔子家，好香的蜡烛呀，烛光好美，我想摸摸。Coco 伸出小爪子，突然风吹进来，火苗变大。Coco 喊：“
好大的火！Coco，快退开！兔妈妈用杯子盖住蜡烛。蜡烛很危险，小朋友不能碰。遇到火灾怎么办？森林动物们问 Coco。快跑，用湿毛巾捂住嘴巴，弯腰跑到安全地方，大声呼救。Coco 向大家演示逃生动作。小田鼠想玩火柴 ，Coco 说：“不行，危险，火会烧伤我们的。” Coco 劝说。小田鼠乖乖交给大人。冬天到了，我的洞穴很安全。Coco 开心地说：“雪花真美，我要睡觉了。” Coco 打着哈欠，从此 Coco 成了安全宣传员。小朋友们，火苗再小也危险，打火机、火柴别沾边，安全成长最聪明。